很多東西不想赘述了，沒有看過這2期內容的同學呢，強烈建議觀看之後再來觀看本視頻。那今天呢，我們來簡單考察一下 FSR 4.1 的超分表現。那為什麼說是簡單的考察呢？因為 FSR 4.1 啊，它是一個小補丁，支持的遊戲數量目前呢還是相對較少，很多之前的案例啊现在是用不了了。所以說呢，今天我們主要对比一下 DLSS 4.5 的 L 模型。在四海兄弟中呢，木板紋理的還原方面 ，DLSS 它的锐度有一些微弱的優勢。FSR 呢是稍遜一些，不過它的區別並不是很大。它真正區別大的是穩定度的方面 ，DLSS 呢是比較穩定 ，FSR 呢仔細看是可以看到邊緣呢有不穩定的情況出現，所以說呢 DLSS 這裡的表現是更好的。高密度的漁網歷來都是超分的噩夢 ，DLSS 已經是做得很不錯了。只是它在貼近地面的部分漁網還是出現了噪點，其餘的部分呢都非常的穩定。FSR 4.1 呢，則是在漁網的表面啊都是分布了有一些不穩定的、非常細微的噪點。那你從大面上來看呢，是不容易看出有閃爍的。所以說，如果是不放大的話，就實際的觀感来看，效果呢可能略好於 DLSS。不过總的來說呢，不錙銖必較的話，其實2項技術啊表現都很不錯。都已經是遠勝默認的 TSR 了。3項的電線難題 ，DLSS 已經多次證明了自己的實力。斜方向的電線，它的完整度是非常強的。其餘橫豎2個方向的電線，也是超分陣營裡表現最好的。FSR 4.1 的表現如何呢？還是技不如人呢。3個方向都不如 DLSS 穩定，尤其是斜向的完整度方面。DLSS 是可以幾乎做到清晰穩定 ，FSR 呢就不能。其餘2個方向的像素丟失呢也異常的嚴重，差距非常明顯。因此呢，在壓力更大的桅杆測試中呢 ，DLSS 依舊是可以保持一些線條的穩定度，雖然說還是不完美吧，但是已經不錯了。FSR 的穩定度明顯是低了一些，在這種細線的還原上 ，DLSS 依舊擁有不可撼動的優勢。遠處的瓦片穩定度測試 ，DLSS 表現不錯，但是啊，它依舊是有老毛病，就是鳥飛過的時候會有非常粗細的鬼影，而且它的飛鳥飛過的時候呢，還會有非常細長的拖影。那不知道呢，還以為這是在這畫毛筆畫呢。那 FSR 這邊呢，瓦片它首先它的穩定度就是一個問題，這就跟 DLSS 呢產生了一個差距了。而且這裡呢，同樣也是有鳥飛過的鬼影。好在這個啊，它是比 DLSS 是稍微輕一些。那至於飛鳥的這個拖影測試啊 ，FSR 呢居然是比 DLSS 控制的更好，沒有看到非常明顯的拖影，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馬車篷布的半透明材質測試 ，DLSS 的 L 模型呢是引入了過擬合的 bug， 放大之後呢情況是更嚴重了。FSR 這裡呢控制的就相對較好，有一些非常輕微的噪點。但是呢，它可以很好的抑制住了閃爍，即便是放大來看呢，也比 DLSS 表現更佳。高速行駛的輪胎的胎印測試 ，DLSS 可以較好的還原這一細節，同時呢，也可以保持一個相對完整的輪胎。FSR 呢，在這項颇有挑戰的項目中，做到了與 DLSS 幾乎相同的效果，可以說是勢均力敌啊。那在這個項目上呢，2個技術可以說是打成平手了。而輪胎的輪毂測試中呢 ，DLSS 依舊是展現出了不俗的實力，即便是高速行駛，依舊可以相對保證輻條的完整度。而 FSR 這裡就略遜一籌，雖然說做的也已經非常不錯了，但是仔細看呢，其實還是差了一點。我們暫停對比一下，不難發現，輻條的完整度與清晰度 ，DLSS 是更具優勢的。原生的 FF16 的景深測試，我們注意到身後的火炬台啊有輕微的锯齒。那開啟 DLSS 之後呢，锯齒是有一個輕微的控制，但它的锐度明顯是更糊了。FSR 呢，則是降低了锯齒閃爍的頻率，但是它在锐度方面同樣有所下滑。我們一對比就明白了，原生的 4K 分辨率呢是最清晰的，其余2項技術啊其實都糊了，
而且呢程度上是差不多的，区別呢只是在于它的抗锯齿效果。那我个人認為呢 FSR 這種降低頻率的效果可能會好一些。角色毛髮與景深的邊緣測試，原生畫質呢效果是比較好的，看起來很自然。開啟 DLSS 之後呢，頭髮邊緣出現了輝光，看起來不自然。而 FSR 呢同樣具備這些輝光，但是強度上會比 DLSS 要低一些。而且從毛髮的本體來看呢 FSR 比 DLSS 的銳度會更高一點，細節也會更豐富。漫威蜘蛛俠2的水波測試 TAA 呢可以很好的展現出波光粼粼的細膩水面。開啟 DLSS 之後，這種細膩的效果就丟失了，無法準確還原開發者的創作意圖。FSR 呢同樣無法做到還原，目前超分技術依舊難以解決水波問題，期待未來的模型呢可以攻克一下。那我們再來一起對比一下 TAA 的質感呢，其實是依舊是難以模擬的。在蜘蛛俠2中呢，還是有一些俯瞰的視角，可以看到整個 NYC 的景色。DLSS 呢，這裡遠景的船隻陰影與水波的交匯處呢，還是出現了不穩定的現象發生。而 FSR 的表現要好得多呀，即便是使用放大鏡觀察，依舊控制得很好，點個讚。天國拯救2呢，上期視頻有觀眾反映說 DLSS 它這個默認的銳度有問題。大家現在看到呢，就是一個默認的花都快枯萎了，手動把銳度調整到0之後呢，確實是好多了呀，花朵也更自然。FSR 呢，即便是默認的銳度，花朵都比較自然。如果說手動把銳度調整到0的話，花朵會更進一步的柔和化。我們對比一下就能看出來 ，DLSS 啊，它的默認銳度設置確實是存在問題的，因為 L 模型啊，它本身就強化了銳度。如果保持遊戲開發商的默認銳度呢，就會出現這種情況。FSR 呢就沒有這個問題，因此啊，超分技術的銳化依舊是遊戲開發商的責任。他們應該根據不同的模型，不斷更新它的默認推薦值，而不是現在這種極為不負責任的態度。玩家玩起來呢，又給手動調整，非常的不方便。毛髮的情景呢 ，DLSS 是表現不佳的，出現了非常明顯的摩爾紋。FSR 這裡呢表現非常的優秀。極其擬真的毛絨質感，完美還原了，表現啊還要勝過 DLSS。那在這片草地的測試中呢 ，DLSS 表現一般，僅僅能略微看到一些草的輪廓。FSR 的草地呢，它的還原呢會更好一些，它的輪廓感會更好，但是依舊有噪點出現。那我們一起對比的時候呢，還發現了一個問題，就這個草附近的這個板磚呢 ，FSR 呢是保留了一些草地的陰影。DLSS 只是當做噪點全部幹掉了。那從視覺效果上來說呢 ，DLSS 看起來似乎是更乾淨的，但是從還原創作者的意圖來說呢 ，FSR 呢更為接近。我們來看一下原生畫質，很明顯呢是確實有這個草地陰影的。不過就是這個鋸齒吧，確實是超分很難處理了。那 DLSS 一刀切呢，我覺得也算可以理解吧。不知道各位朋友怎麼看這種取捨？彩帶的場景測試呢，可以考察超分對小物體的還原能力。DLSS 是維持了相對完整的彩帶，而且它的鬼影控制呢也還不錯。但是它的路燈啊，依舊是存在這個鬼影光。FSR 呢，總體上看是跟 DLSS 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仔細看呢，它的彩帶的完整度比 DLSS 呢是略遜一籌。它的路燈呢，同樣也有鬼影光。那我們一起對比一下就能發現。DLSS 在這個項目中呢，表現是略優於 FSR 的。最後的生還者2的頭髮的拖影測試 ，DLSS 的頭髮邊緣呢有輕微的拖影，而 FSR 這裡呢拖影更嚴重，表現不如 DLSS。TAA 下的暴風雪場景呢，體積物模擬羊雪，所以說它遮擋了一部分的落雪，而 DLSS 呢就直接把體積物給幹掉了。雖然說看起來雪啊雖然下大了，但是喪失了內容創作者的原始意圖。FSR 呢同樣有這個毛病，它的雪的能見度啊明顯更高了。那我們對比一下就能發現 ，DLSS 啊它的雪的能見度是最大的 ，FSR 呢次之 ，TAA 最小。因此呢就還原來說呢 ，FSR 比 DLSS 在這個場景下有一點微弱的優勢。線圈的路燈遮擋測試。DLSS 呢也是出現了閃爍，頻率呢與步伐是正相關的。FSR 在相同的場景下頻率沒有變化，但是它的閃爍強度有略微的增加，
會更加的刺激眼睛一些，需要批評。被铁丝网擋住的路灯呢 ，DLSS 同樣是无法規避閃烁，但是它的優勢就是它在於它維持了鐵絲網的完整性，怎麼動線條都在。FSR 呢就不行了，隨着人物的移動，鐵絲網的完整性受到了一個破壞，所以說呢，它的表現不如 DLSS。下雨的水洼測試 ，DLSS 雖然比原生畫質少了很多，但是還是保留了一部分，對氛圍渲染呢有一定的幫助。但是 FSR 呢，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的，同樣的雨，直接潤物細無聲了，必須予以批評。最後呢是嚴苛的粒子效果測試，我們使用孢子來進行一個觀察。那 DLSS 的孢子呢，會突然出現一大堆鬼影，玩起來呢非常的詭異。而 FSR 呢，雖然說也會有一些鬼影，但是明顯比 DLSS 是輕多了呀。所以說就這個環節來說 ，FSR 呢比 DLSS 效果更好。那好了，我們今天的 FSR 4.1 測試總結一下。FSR 4.1 呢是 AMD 轉到 ML Upscale 以來的第一個更新，屬於是常規的查缺補漏，很多超分常見的顧及並不能予以解決，在大多數場景下的表現還是要比 DLSS 要差一些。但是我們今天也看到，在部分情景下 FSR 4.1 也是可以勝過 DLSS 的，因為 DLSS 它也不是全能全知的神。FSR 4.1 呢，要我說呀，它目前最大的槽点就是遊戲列表的支持數量還是太少了。我沒有使用第三方工具進行一個注入，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。AMD 有義務擴大 FSR 支持的遊戲數量，而不是讓玩家去第三方軟件裡面去鼓捣。我要對 RTG 予以嚴厲批評。總的來說呢，超分領域 DLSS 以相對更高的質量、最廣大的支持度，目前依舊是難以撼動的霸主地位。在沒有大更新之前，超分的質量比拼應該說呢是可以塵埃落定了。那麼下一代顯卡發布之後，顯卡廠商又會有哪些新的技術更新呢？如果你想第一時間看到這些以及更多的 PC 內容，歡迎關注侦探頻道，這也提供中文區的獨家分析。目前呢別無分店。如果你還想大力支持頻道的發展，歡迎充電支持一下。本期視頻的高清無損版本會在之後的充電動態中呢送出。感謝所有已經充電朋友的支持，我們下期再見吧。